大家很关心我们的潜舰啊，海鲲号哦，那什么时候交？本来是11月台船要交给国防部，哦，换句话说，10月之前你所有的测，哦，什么港测啦，什么海测啦，这海面上测啦，这个海底下测都要测好了，结果到现在海测还没有进行，他出港了3次去海面上啊走出去啊，没有潜下去哦，在海面上走，回港以后，最近一次已经停了80几天了。哦，还拉在那个，照理讲你在港里面修就好，他还拉到屋里去，就表示那里面一定有问题了，不能在港里面了。哦，那问题在哪里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哦，那11月还能够交舰吗？那当然就问了这个顾立雄了，国防部长了。顾立雄说这是很大的挑战，因为还在装备调教，但是我还是有信心。哦，还是有信心，听起来有点虚了。哦，就是你真的有信心，就不必说我有信心了，就讲个日期就好了嘛。有什么问题？3个月之内就可以交件了，哦，所以有信心看起来是没信心啊。那很大的挑战，意思就是很大的困难了啊。只是比较困难的好听话叫做挑战。我刚到美国去做实验，很多困难了。我们中国学生、台湾学生只会读书啊，实验不太会做。我就跟教授做 very difficult， 很难 very difficult。教授看他其实也不会。very challenging，very challenging， 就是很挑战，很有挑战啊。好。那说2个进度被卡到，我一看，天哪，都很重要的事情。一个叫做主机跟电力，哎，你什么问题啊？心脏有问题啊？主机啊，不是一个潜舰要走，那个主机不是很重要吗？主机还有电力，这2个还把它放成一个，主机跟电，就是你的心脏跟血管都有问题哦。然后呢，整合式载台系统，因为它这个。潜舰是东买一点西买一点哈，这边也许偷偷买了，那边怎样？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美国也不做这个所谓的柴油的潜舰了嘛啊，然后很多国家也不敢卖给我们嘛，所以很辛苦了，这是很辛苦。那弄来一些东西还要整合啊，那中间到底合不合呢？有没有被骗呢？有没有在知道你台湾急需的时候就骗你，就以前外交一样，那个掮客骗陈水扁一样，所以这都是问题啊。哦，你要整合，大家说整合就很困难，就没想到主机跟电力也有问题。哦，这2个地方都卡关了，难怪顾立雄说：“哎呦，这个挑战性很大哦。”那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看一下。进入会议室都要全身探测，诸位警连国防部长顾立雄都不放过。国民党立委陈永康的后脑勺自嘲也要检查，因为里面是机密会议，要报告国造潜舰海鲲号进度。委员都关心为何11月无法如期交舰。我想，我对于整个潜舰最后能够建造完成还是有信心的，只是说现在这些测试跟调教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，要在11月完成，确实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了。据了解，海鲲号进度不如预期，浮航测试5次只做了3次，剩2次11月才要做，4次60米深潜，5次100米深潜都没做，台船后续恐怕面临挨罚。但这也和顾立雄说法不谋而合，海鲲号几乎都在测试调教。潜舰它占据的那个整个国防预算其实是非常高，我们在下礼拜还会再排1次全公开的部分，就可以对国人说明清楚。开机密会议，委员没法说太多。顾立雄承诺会让海军适度公开说明，只是国军机密也被自己人泄露。海锋大队最近爆出共谍案，一名官兵才为了3万8，把雄2飞弹发射车的操作书出卖给中共特工。经由这个检举，然后我们主动查获以后即收即办的一个案子。导航教育还是让他们有相当程度的警觉。为了3万8轻易背叛国家，背负的贪污罪，国安法要付上更高的惨痛代价。我在看这个资料，那个3万8还不是共匪给的，是我们的兵给的。好，我们看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有一个兵了啊，有一个林姓上兵，林上兵，因为赌博被军方太除了，被抓到赌博被抓到啊，被军方太除了。然后呢，中共一个女特工在网络上跟他交往，还没见面呢，没有见过面呢，不是说哦什么色诱他，没有见面，在网络上哦，而且呢，这个女特务在哪里？在山西省，在人民武装部警察部的山西省通讯站情报人员，化名叫楚婷或叫提营救父哦。
然后自称大纪元的驻香港记者，然后透过交友软体呢，就认识个林尚斌，就变成朋友了。那这个林尚斌因为他被汰除了，但是他原来在海军海风大队的一个蔡士兵然后呢缺钱，所以林尚斌就请他偷资料，偷这个雄2飞弹的资料，然后给他3万8，所以我在怀疑他大陆钱怎么到台湾？这3万8可能还是个林尚斌为了爱情自己拿出来的，然后这个林尚斌呢还因为这个女特工还说他没什么钱呢，林尚斌还汇10万块给给大陆这个女特工，不是女特工给他钱是他恋爱都昏了头了，而且还没见过面。那网络上他把10万块还汇到大陆给这个女特工，然后还给3万8给这个兵，叫他把雄2飞弹偷出来，还有这种事情太好笑了。来，这个委员蔡委员。先讲好笑的事情，等一下再讲这个潜舰国造这件事情，如果重新再来检讨一下我会不会？我们常讲一句话就是说，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严重。他已经盖了很多年，而且他编了很多的钱，因为据说后面还有什么7兆还要盖嘛那现在就是说，现在这个问题。我常要问2件事情，除了讲说这个政策错误之外，第一个就是说，本来是黄曙光在负责的，他到底是挣钱换将，还是他是临阵脱逃？因为他最近就是辞职成功了嘛，所以他到底是因为他干不下去了，就是说挣钱临阵脱逃呢，还是说整个国防部或者是我们的总统觉得？给你这么多的预算，给你做这么久，你还是做不出个什么东西来，所以呢，就给他挣钱换将。但是挣钱换将，现在换上来的是谁？不管他是临阵脱逃还是他挣钱换将，那换上来是谁？那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的潜舰的下场会是怎么样？因为他很多都是国防部属于很多的机密的会议，很多其实民众也不是那么的清楚。看起来那个马文君委员就说，下礼拜再排一个会议，可以跟民众报告再来报告。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因为他刚讲到就是说他有2大问题，主机跟电力有问题，就是你整个的就脑袋瓜都有问题了，你整个系统怎么运作呢？就是说你整个是不是一开始的设计就有一个错误？他刚刚讲的，主机跟电力都有问题，他连动都不能动，所以他一直都在外海那边嘛，他一直在测试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整合的载体系统，就是它里头的一些指挥的系统，所以它是不是一开始的设计就错误？因为我们对这个讯息是比较缺乏的了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，你临阵脱逃之后，到底后面要来接续的人是谁另外就是这个好笑的，我觉得很多，我觉得现在台湾男生很多，到底是宅男他碰到了恋爱脑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没办法去看遍这件事情。有时候就是有太多太直男的男生了，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谈过恋爱，就碰到这样一个女生跟他甩那一下，他就头晕了。女生被骗也很多。对，女生被骗，女生也被骗。现在的社会就直男很多，直女也很多，碰到恋爱脑的就这个很难去评断他。这个要讲到潜舰建造期程了其实最成熟50年前就成型的209级潜舰，到现在大概也要花2年的时间，就是很成熟的车型就是成熟的型要大家做2年。那海鲲号下水到现在大概2年多，一个全新的，其实坦白讲，潜造舰真的很困难国造真的很困难的原因，也是刚刚赵大哥有讲，在其他国家失败的案例很多，那从无到有要做，大概做10年以上的都有了所以我说，当然不能太乐观，可是我想。潜舰真的对台湾防卫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，所以不要去讲说它这个错误的政策啦。我想，其实这么久以来，为什么中国一直打压台湾去拥有潜舰，就表示它对我们的防卫的这个重要性所在。那只能说，国防部应该还是实话实说现在的机密会议完了之后，不管什么政党都同意，就是说应该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，让国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样的状况。那大家不要去做错误的期待，把这件事情做好。休息一下再回来。那么国民党党主席这个礼拜6要选了郝龙斌说宣布参选以后3个礼拜就大量假账号造谣去骂他了
所以怀疑中国大陆有网军介选，有些是 IP 查到是大陆，有些是境外哈。那这个为什么现在主要针对郝龙斌在骂呢哈？所以有官员就说了哈，因为郝龙斌他一直强调他不舔共哈，所以是不是因此引起某些人的不爽了哈？那另外呢，这个郑丽文说他是要自治哈，张亚中说优雅回答者如果有关请退选啊，如果跟这个有关的话哈。那郑丽文说呢，这个网军跟 AI 这是新的现象，大家要快速适应啊，这种事情会很多的，这没什么了不起啊。那另外呢，郑丽文自己说他像沙包一样，郝龙斌说有他挺哦，昨天我一看哇，脸说他到底是谁哦，说不能讲哦，这个他有鼓励他，但是他不能公开支持他哦，所以呢，昨天一堆记者问哦，郝龙斌这个他是谁？郝龙斌说不能讲就是不能讲啊，好吧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郝龙斌跟韩国瑜吃馒头，江启臣吃馒头，我们看看状况。党主席啊，是维持党的生命 ，OK， 馒头是维持我的生命，两个都很重要。接受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拷问，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郝龙斌和韩江两人满头问政。要我有生命，我当选，那我觉得对党比较好。国民党主席选举，韩国瑜也是众人争取支持的对象。看看郑丽文发两人合体照，罗智强则同台韩国瑜，郝龙斌用影片较劲，还引述韩式语录。世上苦人多啊，我们真的莫忘世上苦人多啊。此时此刻，中华民国，我们需要什么？国民党在这个中华民国的需求下扮演什么角色？对，我觉得新的党主席真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。更话锋一转，和隔壁的江启臣提到4年前的这件事情。我们那次选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模式，补选，我们选，可是选完以后。我们还是好朋友，而且选举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恶意，没有都是君子啊！你们两位都是君子。4年前和江启臣不恶意攻击，这话意有所指。来，凤馨怎么看？我先说明一下哦，就是说，因为这次真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哦，那我自己也不是党员，所以我也没有投票权。很多人来问我支持谁，我说我谁也不支持。这6位呢，除了有一位蔡先生，我真的是一点点都不认识之外，他是国代的我真的一点点都不认识之外啊，那我公平的说，剩下来的5位，我认识的时间都超过10年，甚至有些是超过20年以上的时间呢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呢，当然我都有私底下的接触，所以我可以讲每一个人都有优点，但每一个人的缺点，我都可以数上10个以上的缺点啊。所以呢，这一次的国民党选举。竞争很激烈，很多人认为说啊，非某某人才能够救得了国民党。对不起，那是天真。要说国民党党主席能够救得了国民党，这件事情是天真。然后说哦，某某某来的话，那就毁了国民党。那我也觉得太过的这个自信了，因为也不会有任何人毁得了国民党。国民党未来的好或者是不好，重心点是放在总统候选人。绝对不是放在党主席是谁。国民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列宁式政党，以党领政，所以国民党党主席可以这个指挥全局。大家都把国民党想得太厉害了，没有。但是呢，国民党党主席确实有一点，他成事不足，但败事绝对有余。所以我们看过去2次的总统大选，或者几次的总统大选，如果国民党党主席跟总统候选人，他不是同一人，或者是他没有同一条心的时候，我姑且不说是谁要刻意的去给谁小辫子啦或什么的呢，我不这么觉得。但我觉得双头马车，然后大家都非常有主体意识的结果，其实就会到最后呢是兵分2路，然后最后呢这个兵被整个分掉了力量之后呢，反而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打选举。其实我客观的去观察，我觉得没有人真的存一个很坏的心思说啊，我选不上正好，没有人笨到这种程度。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有主体意识，都觉得自己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，其结果反而是更惨。所以我在这边具体的说，如果选战选到了你变成我的仇人，我变成你的敌人，我都不知道选完了之后还要怎么样去团结这个党，我看不出来。所以我公平的说，现在所有的相互攻击，其实恰恰都是对国民党最大的伤害。非一人所能独治，治天下非一人所能独治，治一个政党也非一人所能独治。网络现象现在是全世界的政治人物都非常觉得
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。王世坚在大陆爆红是王世坚操作的吗？当然不是。王世坚自己也莫名其妙，我觉得他自己红的莫名其妙。其实大陆的网友根本也不认识王世坚是谁，然后红完了之后呢，这后面还帮他找了一大堆人生大哲理，你知道吗？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出身背景是什么。所以我在这边提一点，就是说，网络上面可能有网军，我不能讲100%没有，我认为是有的。但是这个网军的来源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多元。我不赞成指控说是对岸介入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廉价的指控。这个平常呢，其实民进党拿来指控这个蓝营啦、白营啦，我觉得已经是使用惯了。如果中国大陆他们现在真的能够控制网军的话，我要告诉你，国台办不会在大陆被骂成那个样子。他被骂的狗血淋头，在大陆的网友圈里头。如果他能控制的话，他不会被骂成这个样子。如果他在海外，他能够有网军的话，我觉得他会优先处理于朦胧事件，还不见得会去管国民党党主席事件。因为国民党党主席，我认为不管是谁，其实跟北京之间要交流这件事情是态度上面不会改变的。所以我不赞成用这样的方式，但是点出网军现象，可以帮助我们其实仔细的思考，我们有没有被网军洗脑。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借由网络上面被剪接后的非常片段的影片，你就自认为你认识某个人，对不起，我要说一句，你太浅薄了。廖委员，是啊，这个你可以看嘛，赖清德跟蔡英文那时候赖清德挑战他总统的提名权的时候，在那个之前，赖清德的民调大概领先9%、10%左右哦，然后后来。一开始出手，一开始正式登记，开始去打的时候，这个赖清德求饶啊，说你能不能放过我啊？他就是求饶那一部分网军的部分，网军的攻击哦，所以他是很具体的讲到说，蔡英文那边是有网军，而且是有系统性的来攻击赖清德。那最后你可以看到，原来的民调是赢很多，赢差不多快2位数了，到最后输掉了哦。就很明显看得到网军的操作是很厉害的，很厉害的啊。那这一次国民党的主席的选举，这个你在网络上一看的话，你就分析到说，这个郝龙斌是相对是弱势的啦，相对被攻击的一个现象啊。所以我们赵先生出来讲说这个对外的东西，我觉得是大家去思考了哈，去思考你说有没有？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去考证的哈。事实上，有不少人认为是有了，而不是没有的哈。那到底说这6个，如果这6个任何一个人当选的话，跟老共的关系，你来讲的话，这6个都主张最少要增加交流嘛。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话，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除了军备之外，就是备战之外能够避战，避战的话就是两岸要和平交流。所以这6位每一位都主张这个交流，可是方向有一个不一样。有人就提到了说，为什么郝龙斌被攻击得很厉害？因为郝龙斌一直强调不停攻，不停攻，但是强调基本态度是不停攻。会不会这3个字老共听了没有很高兴啊？那才引起这样子哈，就外界有这样的一个揣测。事实上，我或多或少也得到类似的一些的讯息了哈，说这个好像是似乎这一次的选举里面，这个老共的有一些人有在介入，这样的消息也不是没有，是有的，有听到的哈。只是说你要把它具象化、具体化，现在又是说，有人在强调说这是党内的选举嘛。那不要互打啦，不要往内互打等等之类的，所以大家呢在讲话方面来讲，都会留了一点余地的。好，我举个数字给大家看哈，这个月哈，就从9月12到10月12，因为10月的时候我开了一个记者会哈 ，TikTok 跟国民党主席有关的短影音有1790部，好，其中呢，这个支持郑丽文或是评论郑丽文的将近900部，超过一半。骂我的跟评论我的有400部，骂郝龙斌跟评论郝龙斌有250部，好，那这是光 TikTok， 那另外呢，这个 YouTube 啊，这一个月的 YouTube， 这个关于国民党选举有600部，好，那基本上我们看它的这个有9个频道了哈，9个频道呢，这个
影片数量80部，这一个月哈，浏览数有多少呢？182.4400次。哦，因为有些网红是说，哎呀，怎么他那个频道只有1、2千个，你干嘛紧张呢？怎么光 YouTube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，就是180几万，而且网络的可怕不在这里啊，比如我们一骂他或者一见他就下架了，下架以后呢，他在 Line 上在其他网上的传播是非常广的，还有2字、3字、后字，那个疯狂在传播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我才讲我说哈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，这不是一个小事情哈。那为什么我认为说是大陆有介入？哦，因为有不少的 IP 是在大陆上，另外有些是在境外。哦，那共产党有没有能力制止？我认为是有能力制止的，他可以制止。哦，那你不制止，我认为你就是纵容。而且很多网站才是因为国民党选举才刚成立的，9月初才刚成立的。奇怪呢，我们问过专家，因为我们有认识很多专家，他们说这么大规模的、这么多的频道、这么多的影片，你知道我们平常如果说选举要制造1部影片都很吃力的，一天能够产生1部就不容易了。有这么大量的影片，那不是1个人，不是2个人，不是1个公司，不是2个公司能做，那是有组织性的在发动。哦，那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当然要查。你国安单位要不要查呢？当然要查。这不是说哦，这个网络言论跟国安无关，怎么会无关呢？如果是跨境要影响台湾最大在野党组织选举，怎么会跟国安无关呢？当然要查嘛。资金哪里来的？谁在后面策动？谁在这个组织？查个清楚啊！民进党也不要笑，也不要在那边好像隔岸观火，在那边哦，这边这个，尤其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，哦，将来谁可能都是受害者，所以你必须要杜绝它。我再讲一次，台湾的选举，台湾的选民自己会决定。哦，尤其国民党党主席选举，合格的选民只有33万呢，只有33万党员能够选。网络动辄百万这样上来，有没有影响？也许那些人并不是国民党党员，但是当然有影响嘛。因为就算是黄复兴的老党员，他也看 Line 啊，他也看这些东西啊，所以网络会影响风向，风向会影响整个大气氛，对选举当然有影响。我认为。就像我在726这个大罢免之前3个礼拜，我在本节目讲的，国台办对这个事不要评论，台湾的选民自己会决定要罢免或不罢免，国台办不要讲话，你讲话就是帮民进党，就这么简单，少讲话，台湾的选民自己会做最睿智的选择。就要再回来。